嗨，大家好，我是大岩，欢迎来到科技美学。万众期待的华为 Mate 50终于来了，咱们不废话，抓紧开箱看一看今年的华为年度旗舰。还是我们熟悉的包装，黑底金字。那上方呢，除了华为 Mate 50 Pro 华为的 logo 鸿蒙系统之外，这里呢还有昆仑玻璃的字样。在侧边字体标识这里呢，还有松山湖园区制造的字样。最后这里还有一行标题，叫做仅限中国大陆境内销售与维保。那看起来，如果海外用户想使用到华为的 Mate 50系列，你可以找我们代购啊，哈，开个玩笑啊。好，来，咱们抓紧开始。盒子阻尼很顺滑，拿在手里面的手机本体重量适当，不会特别轻或者特别重。来到下方呢，有额外的标签，这和往年不同。数据线和充电器。全家福摆放在这里，咱们逐个来看啊。首先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数据线和充电器。那充电器这边 A 口66瓦的华为的 Supercharger 充电器，5伏2安、10伏4安或者11伏6安 Max。数据线材，橙色的华为的标志颜色定制内芯。线材上方呢还写着6安的标识，也就是说这个原厂数据线啊，大家尽量使用它。看一下数据线的线长。好，没有变化啊，标准的99厘米。保护壳，内部凸点的声音，外部光滑。除了卡针之外啊，这次呢还多了一张价值500元的 Mate 50系列会员权益礼包。这里呢主要是包括华为的视频主题商店、健康等等，不要丢掉。最后当然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体，也就是这台昆仑玻璃版的华为 Mate 50 Pro。这一次的外包装的这个贴纸很有趣啊，采用了这种磨砂的材质。哇哦，来看一下正面，怎么讲？还是这种十分熟悉的华为质感啊，就是正面呢有比较大的弧度。你注意看，从光线的角度呢，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侧边的弧度开始的位置呢是比较宽的。那之前我们注意到不少的弧度的机型是这种微曲面，但是华为这边呢一直采用的是这种比较大的曲面类型，在边缘的这个位置，两侧可以感受得非常清楚。首先呢，原厂有贴膜，在上方呢是有听筒开孔的位置和其他的传感器的位置。需要说明，这一次呢顶部的感觉啊是明显往上收窄的。来看边框的部分，那超高亮的边框啊，质感呢很强烈。在顶部呢，这里还有红外线接口的传感器以及4麦克风。边框高亮啊，确实非常亮。再到边缘进行了一个明显的收窄啊，但又不是特别的窄。来到下方位置，熟悉的扬声器、数据线接口和 SIM 卡槽的位置。当然，这里边呢，我们看到麦克风和 SIM 卡槽在同侧，不过这里做了一个小小的区隔，在这边有一条天线条带来区分两个孔位，防止你插错。来到机身的右侧，电源键和音量按键在同侧，同样这里呢用天线条带做了区隔。这算是边框部分的一个小小的设计。来看背面，在室内的光线情况下呢，这个背面显得是颇有质感。首先，我们摸起来的时候，整个背板这里呢是一种特别明显的素皮材质。下方华为的 logo， 那素皮材质中间呢还有很多天然的纹理，这种不规则的纹理。并不是那种很细密的类似人工雕琢的仿天然纹理，而是这种有很多天然花纹的感觉。然后呢，就是居中位的星环设计。首先呢，它是一个圆盘，那中间呢不再有中间的那个同心圆，4个镜头圈的位置分别承担着不同的作用，既有不同焦段的镜头，也有传感器。位于中间的则是双色温的补光灯，进行了居中的一个装饰，以及下方的文字标识。来看侧边这里，它的凸起的状况，仔细看会从斜面的底座、金属的环的底座以及上方镜头圈，大概是3段式的这么一个设计。但是呢，每一段呢都不是特别的高啊，所以从侧面看起来的话，凸起不算特别多。整体背面的设计就是最近这几年华为 Mate 系列经典的外方内圆的设计，配合上素皮的背板，摸起来整体质感是比较出众的。来吧，同学们，满分100分，大家给这一次华为 Mate 50真机的颜值打一个分数，你打多少分呢？不得不说啊，真机手感啊，拿在手里边的质感还是相当不错的。这比之前泄露图上面各种各样的所谓渲
染图，质感要好得多。好，那看到这里可能会有同学会提问啊，说基本上不都是这个特点吗？那么旗舰机型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标志性能让你能够感觉到啊它比较贵的那个感觉？几个方面吧。如果是从华为这边来说的话呢，首先是比较大的这种曲面，然后呢是素皮材质加比较经典的家族传承的设计，特别是边框部分的高亮，这算是一个点睛之笔。还有呢，就是整机拿在手里的质感很出色，在接缝整体的做工部分，确实和这些入门机型或者是中端机型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摸在手上的那种差别的感觉。来看一下重量，重量方面209克，在2022年的下半年呢，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重量稍稍略重一点。我们再配合保护壳225克，这里套上保护壳，看一下颜值的变化。一下子感觉整个风格变得就不像之前素皮那么严肃了，是吧？我们开个机，好了，点亮屏幕，我们快速启用。我们这边看到好多的这种球状的，来去选择它的语言，开始启用。连接网络会激活设备。好了，到这里呢，我们就快速进入到了华为 Mate 50 Pro 的桌面。这次呢，采用了一个全新的壁纸，应该说风格上有这种雍容华贵的感觉。根据我个人习惯，进来第一步呢，先通过浅色背景看一下整机的屏占比。那从正面看起来的话呢，两侧因为是曲面屏，所以呢，整个的边框是比较收窄的感觉。横过来看呢，上下两边的边框基本上是相当的。那么上方呢，中间主要是多出来一个刘海的部分，但是这个刘海的部分你可以明显看到它是比较收窄。从侧边简单感受一下曲面屏的一个差别。系统设置界面，我们快速来浏览一下。超级终端，这是鸿蒙系统的主要卖点，你可以把众多的华为系的鸿蒙设备连接到一起。在多设备联动方面呢，华为应该是目前做的最好的，没有之一。那之前的测试，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前边的视频。简单一句话，你可以把任何一台鸿蒙操作系统的有屏幕的终端作为你的操控终端去操控其他的鸿蒙设备。在更多连接当中呢，还可以看到华为 HiCard 的选项，作为系统内置程序内置到设置当中。除了我们之前熟悉的鸿蒙桌面之外呢，本次增加了很多新的功能，比如说在锁屏界面的服务卡片，也就是说息屏显示状态下呢，我们可以添加更多全新的功能。显示部分是大家关心的第一个重点，我们先来瞧一下。常规色温调节等不再过多赘述，来看屏幕分辨率。那这边呢是有3档，分别是1212乘以2616，标准档1111乘以2398。还有一个低档是808乘以1744，那显然这个是兼顾到省电和高性能多个档位来调节。刷新率部分是60、120两档。当然，毕竟是目前市面上较少的刘海屏机型，所以呢，在设置当中还增加了对于刘海屏的一个变形设置。来问大家一下如果你使用的是这台机器，你会选择它默认刘海显示，还是会选择遮挡显示呢？选上边打1，选下边打2。看完显示功能，来看一下显示的屏幕。看到这里，你可以比较放心了那么这台机器的屏幕呢，采用的是我们这种比较熟悉的钻石类型的排列。注意我说的并不是钻石排列，而是钻石类型的排列。那么这种排列的方式呢，在我们以往测试的机型当中，它在显示细密画面的时候，会有一个不错的展现。看完画面，再来看声音。首先，这次铃声主题当中呢，是有6个选项，每一个主题当中呢，你可以分别设置来电、短信、通知和闹钟。每一个主题下方呢，还有不同的配音组合。我猜肯定会有很多同学表示怎么自己的手机响了确实如此。那么这个铃声还是相当熟悉的，在铃声响动的时候呢，下方的音量稍大，但整体的立体声扬声器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这里边我们还注意到在横向握持的时候呢，它的整个设置界面全都是可以横屏操作。好长的进度条。鸿蒙的多设备互联延伸到了系统的多个角落这里边呢，如果你连接华为的设备的话呢，那么蓝牙耳机和蓝牙音箱可以同步传输你的声音，震动方面也同样很细腻。来看一下指纹和人脸识别。首先指纹，我们注意看，首先指纹识别区域呢是整机偏下的位置。我们再录入人脸。那录入的过程也是很快的，同样可以选择指纹识别的动画。来看一下指纹识别的速度。首先在息屏状态下，轻触屏幕呢，这边会有
亮起、显示信息以及下方的指纹识别的区域。手指放过来，识别的速度呢是非常快的。再来一遍。好，然后我们看一下人脸识别的状态，上方还是恢复啊。在人脸识别选项这里呢，还可以设置备用面容，以便更顺畅的解锁。那这时呢，你就可以把你媳妇儿的面容录入进去，这样的话呢，你俩就都可以使用这台手机了。能不能实现呢？我请我们同事来试一下吧。那么也就是说，确实你可以同时录入2个人的面部数据。那下面呢就是我们保留节目啊，毕竟呢是在疫情期间，很多同学出门是要戴口罩的，在大量遮挡面部的情况下，它的识别率怎么样呢？3、2、1，它提示距离设备太远我们离近一点。3、2、1，我们遮挡嘴巴。遮挡嘴巴可以，但是遮挡鼻子的时候它就不可以了。我们再试试。那也就是说呢，它识别的时候安全阈值调的是比较高的。当你遮挡脸部大概超过50%的时候，它就无法解锁了。那我们再试一试刚才咱们的备用面容里面，如果我们拿出第2种玩法，就是我们把备用面容呢设置成为戴口罩的情况，是不是可以？首先我们删除面部数据，然后呢我们戴着口罩来录入。你看它提示你，也就是说在戴口罩的情况下呢，它无法识别到你的人脸这样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录入了。好，那我们把这个人脸露出来，重新来一下。好，这是没问题的。我们再尝试戴口罩录入备用面容。OK， 那现在的测试结果呢，就是当我们遮挡面部超过50%，特别是将鼻子遮挡的情况下，它是不能够去录入和解锁的。也就是说，它的安全阈值会调得比较高。电池部分的功能有性能模式，有低电量模式，有无线反向充电。系统部分，这是一台全新未安装任何程序的华为 Mate 50 256G 的版本。默认初始状态下呢，系统部分占用大约8%左右，你可以计算一下是占用多少空间。安全和隐私部分，系统呢可以记录到更多可疑的应用行为，比如说某一个程序调用了你的隐私信息，查看了你的照片或者是录音等等，这边都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每一个程序所使用的应用记录。健康使用手机这里有自己使用、孩子使用和长辈使用，照顾到比较多的使用人群，控制到他们的使用时间。这里我感觉就孩子和长辈其实都无所谓，就我自己用的时间特别长我需要管管自己。来问大家一下，每天你使用手机的时长大概是多久呢？智慧助手小易，它的功能现在也是越来越强大了。不再像是前2年我们使用智能助手，更多的就是定个闹钟。无障碍和长辈关怀里面呢，华为的鸿蒙系统做的也是比较丰富的功能。后面我们再为你展示关于系统界面，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咱们一起来瞧一下。官方名称华为 Mate 50 Pro， 鸿蒙系统版本 3.0， 系统处理器高通骁龙8 Plus Gen 1 4G 版本，内存组合8+256，屏幕最高分辨率2616×1212。OK， 这就是整机设置的大部分的情况，我们为你详细的介绍完毕。下面来看一下桌面端，鸿蒙操作系统大家其实已经比较熟悉了它的卡片式的操作以及上滑的多功能操作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本次华为 Mate 50所搭载的系统，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内置软件部分，外边9个，里边12个，也就是说内置程序一共是21个第三方。除此之外还有推荐程序，不再过多赘述，在我们以往测试的手机当中算是中等稍偏多。再来看一下这台机器的重点之一，也就是拍照的部分。首先我们可以重点来看一下在背部的这几枚镜头组当中呢，这枚潜望镜组它是额外的显眼，你从目光看下去它好像特别的深，感觉都要比这个机器本身还要再深邃一点点。没错这就是潜望镜的镜头组。除此之外呢，就是这次的黑科技变化，也就是我们这次的可变光圈镜头组，你能非常明显的用肉眼就看到它和普通的手机摄像头的不同点。在很多单反镜头上面才有的光圈叶片的结构，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来看一下拍照的页面，我们点开拍照，首先默认下方我们熟悉的1倍以及广角、3.5倍和10倍。好，那么最大的数字变焦是到100倍这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潜望镜的组。录像部分目前支持到20倍的数字变焦。再来看一下设置的选项，录像这里呢是支持到最高 4K 60的一个最高分辨率。这里有自动添加水印，我们看一看这次华为拍照的水印是什么样子。
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次拍照的水印是华为 Mate 50 Pro X-Mage 品牌，这是华为这次推出的全新影像品牌。更多选项里面呢，除了常规的各种玩法还有专属于鸿蒙系统的多机位操作，可以配合更多的华为手机实现多角度同时拍摄的效果。美颜状态自拍时，你可以选择关闭或者开启。那么你会怎么选择呢？和其他手机不太一样华为还是给出了一个选项的不少手机就是你打开它自动美颜，华为这边还是给你一个选择的余地，那我选择关闭吧。注意，在自拍的时候呢，这里同样你可以选择3个档位，1倍、0.8和超广角。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承担更多人的拍摄你比如说1倍的时候，看到没有，可以拍摄1个人的头部；0.8的时候呢，那就可以容纳下大概2个人；超广角的时候，3个人全家福的状态。小小的黑科技，我们来仔细的展示一下。首先，我们切换光圈值，这里可以从 F4， 也就是小光圈调整。注意看，我们不断的去放大光圈，来到 F1.4， 这是大光圈，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它的光圈控制页面，整体的物理操控。我将它变大，我将它变小，都是实时的通过硬件展示出来。那以往我们只能通过切换不同的镜头去实现，现在一枚高素质的镜头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去实现了。很多摄影的玩家老法师们肯定非常的感动，想大就大，想小就小，果然很神奇。这在以往确实是单反相机专业镜头组合才能够实现的效果现在我们一台手机就可以轻松的实现。这次华为 Mate 50各项黑科技还是让我非常期待的。首先就是这个捅破天的技术，华为 Mate 50也是业界首款支持北斗卫星消息的大众智能手机。现在咱们到野外旅游的用户越来越多了当我们身处到信号不好的地方，或者一些极端天气的情况下，真的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尝试使用华为 Mate 50来帮助我们去联系。还有呢，就是华为自家的 X-Mage 影像系统没想到它采用的是10档物理可变光圈的呈现。我们自己体验下来确实非常的特别，很有黑科技的感觉。之前我们不止一次的聊过早前的那个超级省电模式没了，让我非常的可惜没想到这一次华为终于带回了应急模式。当手机电量低于1%的时候，仍旧能够支持我们继续使用一段时间。这里边提示可以通话一段时间，并且呢可以至少扫几次码。这样的话不管是我们乘车，或者是进入到一些公共场所的话，就不会因为没电被打到外边了。包装盒上你能看到昆仑玻璃这4个字。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不是一个什么配色，但实际上并不是。从官方参数来看呢，这款昆仑玻璃的抗跌落能力提升非常的大。我们也很期待后面的耐用性表现。由于拿到产品的时间太短我们正在做非常详细的测试，请大家期待。你想看到哪些测试项目呢？也请给我们留言，我们稍后在详细测评视频当中呢，再为你详细的呈现。咱们下一期节目华为 Mate 50 Pro 详细测试再见。好了，那么第一时间开箱给我的感觉是还是华为旗舰手机的质感，拿在手里呢质感很突出，很扎实，做工呢不错，而且呢里边的系统呢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鸿蒙操作系统的一个全新升级版本。虽然没有麒麟芯片，算是一个遗憾但是呢在其他方面我们看到华为同样非常的努力，比如说在影像系统方面的黑科技，比如说这项十分神奇的捅破天的技术，让我们在紧急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更从容的体验。比如说我一直心心念念的那个超级的省电模式，这次呢以全新的形态回归，都从多个层面去证明这台华为 Mate 50 Pro 仍旧是目前最顶尖的旗舰机型。好了，这里是科技美学，稍后呢我们会为你带来它的更加详细的测试。你希望看到它和谁对比？欢迎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